我自己呢，素来都是一个不相信营养补充剂的人。所有营养补充剂的东西在我面前一概都是广告，我觉得就是骗人的。我自己的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了。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没有考虑营养补充剂，因为我始终还是不相信它。我开始吃低碳生酮饮食了。当时我刚刚开始改变饮食，发现健康出现明显进步的时候，我的信念开始有点动摇了。我发现饮食啊，确实可以大幅度的改善我的健康情况啊。那饮食里面还有什么嘛？饮食里面提供给我们的就两样东西啊，一个是热量，一个是营养啊。我开始对营养这两个字啊，对它有了不同的尊敬的水平呢。过去我对营养这两个字是完全没有尊敬的。你们知道现在这个年代生活节奏这么快啊，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忙着工作，这里去那里去的人呢，从来的感觉就是吃饱了就可以了嘛。有没有营养足不足够也没有感觉啊。任何人跟我讲说营养是重要的，我没感觉，你叫我说什么？所以从来没有重视过。直到我改变饮食，发现真正对我健康带来冲击的时候，我开始动摇了。所以我开始好奇了，我需要寻找答案，就是营养跟我的健康究竟有什么关系。开始读书了以后呢，开始学习了以后，当然我们就慢慢的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了。首先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讲到营养的时候，说你有没有重视营养？有，我每天蛋白质吃很多，似乎蛋白质吃够就是营养就够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总是很模糊啊。那我在读书的时候，因为我读的是英文的书啊，英文表达营养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，营养有两个概念呢。我们中文叫它叫做宏量营养素，或者是叫做大量营养素。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微量营养素。那大量营养素指的是什么？大量营养素指的是可以给我们提供热量的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。英文叫做 MA 带头的 macronutrient， 我们翻译成大量营养素或者是宏量营养素。另外一个类别呢，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维生素那个维生素，那个叫做微量营养素。我说原来如此，所以并不是我吃蛋白质吃多一点我营养就够了，所以我身体还需要各种不同的微量营养素。你们如果任何人对微量营养素感兴趣的人呢，你去读书，你去搜索资料的话，你看来看去就是维生素，不是这个维生素就是那个维生素。所以当时我自己刚刚开始读书的时候，凡是读到微量营养素的书，几乎全部讲的都是各种维生素。所以我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我就有一种印象啊，就是我们微量营养素的需求其实就是维生素了。所以当时我毫不犹豫的就先开始投资，我开始吃复合维生素、综合维生素。综合维生素里面就什么东西都有，它包括各种各样不同的维生素，所有的维生素几乎都有。然后呢，它还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。所以我当初刚刚开始吃复合维生素的时候，我自己很得意啊，而且我非常严谨，严守纪律，每天该吃几粒吃几粒，就是规规矩矩的吃这个东西。我也吃了相当长时间啊，一边吃着一边改变饮食，一边读书。另外同时更学习到了一件让我更震惊的一件事情啊，事实上来自于食物的营养素超过了1万种啊。所谓的微量营养素其实是1万多种啊，不是维生素而已啊。这个时候令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啊，1万多种微量营养素我该怎么办啊？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啊。所以我开始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如何吃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，我首先要了解究竟维生素和一般的所谓的微量营养素之间的区别。为什么有一类叫做维生素，其他的都各自有名字的？当时我就在想说，那维生素一定很牛啊，因为所有写书的人都专注在讲维生素啊，其他1万多种微量营养素很少人提到啊。我才猜想说，那维生素肯定很重要啊。但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。那么继续读书，才发现到说，原来并不是每一种维生素都有资格叫做维生素的。对于维生素的命名啊，它有一定的科学准则。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普通人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准则是，如果这个营养素你自己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能力，食物里面摄入或者是补充剂摄入，必须靠外源性的，必须靠摄入才能够得到的，才可以叫做维生素。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命名理由，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命名理由。你自己身体无法合成，自己身体无法制造，所以这个显现的维生素的重要。因为如果你在饮食里面吃的不够的话，那你就得不到了，那你就会缺了。
然后我开始去学，当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学食物里面的各种营养素，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学各种维生素。我们回头在后面的视频里面，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去探讨它。我一个一个去学这些维生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的复合维生素白吃了。后面我再也不吃复合维生素。任何人来问我要不要吃复合维生素或者是多种维生素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不要浪费钱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发现复合维生素里面什么都有，但是呢什么都不够。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够，是复合维生素让我最失望的地方，所以我以后就不再吃复合维生素了。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心得，因为微量营养素来自于食物的营养素其实有1万多种的。如果说我们认为我补充了复合维生素了，它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了，我就够了，那是犯下了严重不可逆的错误啊！没有任何一样膳食补充剂可以代替食物里面的营养的，没有的。如果说我们不花很多的心思，很严肃的对待我们吃进去的食物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很轻率的态度，很不负责任的说我吃补充剂可以了，这个是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后果的。所以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没有学会好好吃饭的人呢，不要来问我营养补充剂怎么吃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第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如何吃营养补充剂，我就不愿意跟你交流了。如果你的第一个问题是老师，我好好吃饭，我应该怎么样吃我才能够得到我身体需要的营养，我很乐意跟你交流。就学会如何好好吃饭是很重要的。你只有在你学会好好吃饭，尽可能的透过食物得到你身体需要的营养，然后在不足的状态下透过营养补充剂补充营养的不足，这才是正确的策略。离开这个策略都是不正确的。英文叫做膳食补充剂，叫做 dietary supplement 这个字翻译过来就叫做补充剂。不论从英文的角度去看，还是从中文的角度去看，它都是补充不足的，它不是代替品啊。所以没有任何营养补充剂可以代替食物中的营养，营养补充剂是补充食物中的不足。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观念以后，我们可以深入的去探讨各种营养补充剂、各种维生素我们应该怎么吃，我们对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每一种维生素我们为什么需要，我们是透过食物能不能够得到满足，如果我们需要的话，我们需要多少，吃多了以后会怎么样。我们这一期呢，就是让大家知道我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、什么样的状态下面开始学习，开始吃我的营养补充剂。后面我们会一个一个开始跟大家介绍我的维生素是怎么选择的，是怎么吃的。我们后面见。